男人挑战在野外生存100天，只要不离开红色的圆圈，就能赢到50万美金。如果受不了折磨出了圈，就注定和奖金没有缘分。大叔激动地踏进红圈，一所房子从天而降，正好落在了圈子里。里面的衣服和食物是他生存100天的物资，如果提前吃完了，剩下的时间只能饿着。他和家人一一道别，大叔自信地表示，等他出圈时就会变成百万富翁。但是人是群居动物，没有陪伴，没有手机，没有互联网，他能挑战成功吗？兴奋的第一天很轻松就过去了。第二天他准备整理一下物资，以确保他在100天里衣食无忧，大部分都是加工食品，如果贪吃的话，估计连50天都挨不到。但是最困难的还是孤独感，他必须克服心理这一关才能挑战成功。第3天，大叔准备种植一些蔬菜，不经意间差点碰到了红线，这才意识到活动的空间很小，这要是碰一下，肯定会后悔一辈子。于是他用木头围成一个圈，时刻提醒着自己。第5天的时候，主持人来看他，发现桌子上有一块剩菜，你也太大意了，这一块可能是你第100天的食物。大叔啊呜一口放进了嘴巴里。主持人没想到大叔竟然很自律，他总能找到打发时间的方法。很快就到了第10天，主持人从监控里没有看到大叔，还以为他逃跑了呢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谁会放弃这么多奖金呢？见到一个大活人，大叔很开心，下一秒就被泼了冷水。主持人告诉他下个月才会来看他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大叔很无奈。第11天，他开始建造自己的农场，把植物挪来挪去，再种一些土豆，过几天就能吃到地瓜了。大叔看着像山一样的奖金，幻想着以后的美好生活。但是天公不作美，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他只好回到了房子里。外面在下雨，里面也在下雨，大叔只能安慰自己睡醒就好了。很快就到了第16天，主持人带着2个小助手来看他，二话不说就爬上了人家的屋顶，然后开始搞破坏。不是自己的房子，想怎么拆就怎么拆。大叔看着一地的狼藉，竟然莫名的有些高兴，欢迎下次再来拆家。一个人得有多孤单，才能有这样的想法？无人问津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。第25天时，主持人在门口搭建了摩天轮，奖励大叔完成了比赛的1/4，让他放松的玩一天。久别的热闹让大叔很开心，只是这种热闹过后，又恢复了漫长的孤独，让他更加想家了。唯一能让他放弃比赛的也就是孤独了吧。30天过后，大叔担心食物不够，把之前的剩菜剩饭做成大杂烩，又吃了1天。大叔表现得很淡定，他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。第39天时，主持人带着他的3个孩子来看他，大叔很激动，他终于见到了家人，也有了更大的信心，坚持下去才能给家人更好的生活。很快就到了第50天，大叔完成了一半的挑战，主持人拿来10万美金，如果现在出圈就可以得到它。大叔果断放弃了。那15万呢？如果是40万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你疯了吧？既然你要坚持到底，那就上节目吧。几十个人的乐队围了上来，而且还要整夜的演奏。大叔这下不孤单了，吵闹的音乐声陪伴他入睡，激情过后又恢复了平淡，他依然还是一个人。第55天时，主持人在他门前放烟花，噼里啪啦的声音让大叔觉得很吵。既然你嫌吵，那我们再也不来了。大叔突然就后悔了。而接下来的1个月，当真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大叔无聊的在门口挖了一条河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，让他身心疲惫，吃什么都没有胃口，只想躺在床上睡觉。第85天时，主持人终于来了，不知道大叔还活着没。久违的敲门声让他很紧张，双手不自觉的颤抖。好久没见人对他影响这么大，体重还减少了20斤。主持人很佩服他的毅力，但是最后的10天就不会那么安静了。在第90天时，主持人带来了很多工人，他们要把房子切开2半。不敢相信，房子就像蛋糕一样，真的被切开了一半。厨房和卧室立马变成了露天的。大叔好像不担心。第92天时，主持人拿来了一张25万美金的支票，现在出圈就可以拿到。大叔还是拒绝了，坚持了那么久，他不会轻易就放弃的。而小助手却彻底释放自我，把窗户都砸破了，看你晚上冷不冷。尽管这样，大叔依然不放弃。第96天时，他们把100个音响围着房子放一圈，吵闹的声音瞬间把他包围。就这么几天了，说啥也要撑下去。第98天时，主持人找来10个小丑，让他们彻夜守在房子周围。惊悚的外表再加上寒冷的夜晚，大叔只觉得后背发凉，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。很快只剩下最后24小时了，主持人直接叫来一辆吊车，开始肆意的破坏房子，直到砸开了房子的屋顶。这一晚，大叔要看着星星睡觉了。到了第2天早上，时间还剩下20分钟，主持人布置好现场，在100个人的倒计声中，大叔走了出来。主持人宣布他挑战成功了，让他放心的走出红圈。大叔终于踏出了自由的一步，赢到了50万美金。不敢相信，如梦一样的100天终于结束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能挑战成功吗？